柴油路虎的性能受限，维修起来到底有多麻烦？需要花费多少费用才能把这个故障修好？我们以这台路虎的发现4为例，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影响性能受限的一个故障，这是个人为故障，插头被剪了，这是通往发动机空气流量机的插头。至于什么原因剪它呢？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性能受限啊，一打到车就有，然后呢把这个插头拔掉。性能受限就没有了，它急加速的时候它才会出现。第二个故障，这一套塑料管子控制的是我们的1至2阀，1至2阀如果说出现问题，它也会报性能受限。看这个电磁阀已经断了。如果说1至2阀出问题，就会增压压力就会过低，然后呢急加速的时候性能受限就来了。第三个引起性能受限的故障是这个真空蓄压枪。它是专门储存我们真空管路里面的真空的。这个蓄压枪漏气，那么这里面的真空系统啊，真空度就会降低，也会报性能受限。第四个影响性能受限的故障就是我们的发动机的气门室道盖。如果说这附近有油渍，重点要检查我们这个气门室道盖是不是裂了。它一旦裂啊，这就会导致漏气。漏气的话，急加速也会导致性能受限。第五个引起性能受限啊，依然是漏气。缸盖后边连接的这个排气管，我们来看啊，这排气管这个地方受过力、受过外力，它漏气。我们观察这台车啊，没有出现过事故。至于什么原因导致的漏气，我们可以评论区讨论一下。这个管子漏气啊，导致急加速的时候增压压力不足，急加速性能受限就来了。第六个导致性能受限的，就是这个1至2阀了。这个1至2阀本来它是可以维修的，当我们把这个1至2阀打开以后啊，发现里面的积碳啊严重卡死的状态，而且呢电机也没劲儿了。我们经过跟客户沟通啊，就选择了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维修方案，就是换拆车件。而且呢，我们把拆车件拿过来以后，把里面的积碳啊清理干干净净的，测试电机完全没问题，帮客户节省了好几千的维修费用。第七个导致性能受限啊，就是我们涡轮增压器本身了。涡轮增压器和1至2阀还有排气管连接的地方2个密封垫，就是这种密封垫，这上面就没有装，而且呢之前打的是密封胶，这个地方漏气肯定会导致急加速性能受限，而且呢发动机噪音偏大，一急加速的时候呢就噼里啪啦的排气的声音就出来了。第8个导致性能受限的问题啊，就是油路了。我们只要把柴油滤芯换好啊，柴油加好，油路一般不会出问题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喷油嘴，这之前被拆过，而且呢插头损坏了。高压油泵损坏和喷油嘴损坏都会导致性能受限报故障。我们这个车主啊，真的是我感觉太冤了，买了一台车哪都有问题，而且呢大多数都是修出来的问题。当我们检查高压油泵皮带的时候，发现小皮带也老化了。这个皮带如果说断的话，它也不会影响发动机损坏，但是呢，考虑到在车上更换这个皮带特别麻烦，而且呢成本比较高，考虑到费用的问题，我们从后面的备件仓库啊找了一台别人换下来的，成色还非常好的这个皮带。这个皮带的原车主他要求比较高，人家就是每6万公里换一次这个皮带。后来呢，我们发现这个皮带成色还很好，还能用，肯定比这个车上的皮带要好很多，就免费给客户换一条高压油泵的小皮带。这样的话，在后期这个车即便是出现别的问题，也不用再拆发动机了，就能大大的降低后期的维修成本。